欢迎大家回到Gina TV。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特辑，闲聊特辑。同学呢，在上完美睫的课程之后呢，他们回家在做客人的时候，大概3到5个月之间呢，他们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客人眼型，所以他们回来复训课的时候都会问我有关于眼型设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拍一集关于美睫眼型的判断，就是接睫毛到底应该要怎么帮客人接的比较好看的之眼型设计。我到底在讲什么？我都会跟同学讲说你就是要判断说客人他走进来，他到底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的是他有没有接过睫毛。如果他没有接过睫毛，那你要问他平常有没有上妆的经验。今天如果有一个客人走进来，然后他是长得很保守的样子，然后他都没有接过睫毛，那我们接下来会帮他怎么去帮他做安排，一定会想要帮他做比较自然的款式，对不对？好，那甚至比较不要太翘的，因为太翘的会有点妖艳。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睫毛的款式有哪几种，就是 J、C、D、D 加这4种卷度，也就是小卷、中卷、大卷、超大卷。那越卷翘就会越有妆感。那如果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保守的女生哈，例如说我是一个40岁的，假设我是说不是我哦，假设我是一个40岁的阿姨，我长得很保守，然后我看起来就像在国税局上班，我不要讲国税局，剪掉。看起来就像在公家机关上班的一个很保守的阿姨，走进来跟你讲说我要接睫毛，你总不会给我选最翘的吧？那我这样接起来不是变妖怪，那会吓到我。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判断它的睫毛的这个走向是上中下，下去帮他做选择。如果他是以最正常中间的这种眼睛真睫毛的走向是最中间的，那他要接自然的，就是选择 J 或 C 这2款啊。那这2款就是一个是不太卷，一个就是中卷。好，那它如果接这2款呢，也会有2个，就是2个样子。接 J 的呢，可能就会比较平淡无奇，就是没有翘起来的样子，那当然会很自然，就好像没有接一样。那如果接 C 呢，就会看到这个睫毛有这个45度往上翘的样子。这2款都是属于安全的，以这个案例来讲都是安全的，但是就要看他比较喜欢平淡无奇还是微妆感。我们帮他选择做 C， 如果他做完当下他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妆感，那没关系，我们就是下次再换做是 J 的就好了。因为这2款这样都不算是失败，只有一个比较就是好像哪一个比较好看这样。但是如果以刚刚这个案例，你帮他接 D 那我保证他起来就想揍你，因为会看起来真的会太有妆感了，就会看起来比较妖艳这样。那对于一个保守没有在化妆的人，他可能真的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东西。第2个案例就是他如果是走进来，他没有接过睫毛，但是你问他说平常有没有在化妆，他就跟你讲说我会贴假睫毛，那就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有妆感的。好，一样先判断眼型，看他的真睫毛走向是上中下。如果我们以中间来做分析就是我们以标准的最中间的这种，最多人是长这样的。那如果他要这样要有妆感的话，可以接 C 或者是可以接 D 那接 C 对他这个人来讲就是可爱有一点妆感，那接 D 就是比较有妆感。好，那这时候又是一个比较了，就是看他是喜欢哪一种。他如果喜欢浓妆比较多的，那就是 D 这样。那如果他喜欢这个淡妆的，那可能 C 就是刚刚好。但是这个案例我要先讲单纯针对这个案例，我会建议先做 C。如果客人觉得不够翘，才帮他做 D。第一次帮客人操作，我们都是以安全款式为优先做选择。当然，你可以先询问他，你平常的妆感大概有多浓？那你也可以请他拍照片给你看。这个都是美睫师必须要去观察客人，然后必须要去了解客人的。你必须要先知道询问不是直接看到这个眼睛就问老师说，老师这个眼睛怎么接？我哪里客人在你手上，我又不能问他问题，我怎么会知道怎么接？客人喜欢圆的扁的我都不知道，所以客人喜欢的款式在你的嘴巴上，请你用嘴巴赶快去问他喜欢什么，多套一些有用的资讯，我们才可以去判断他要帮他做什么，要不然就只能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上中下搭配不同的卷度，这样就有点太粗浅了，你知道吗？那现在如果说今天进来客人，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去问说，因为我们会填写这个顾客资料表嘛，会知道说客人他平常是怎么在卸妆
或者是他平常有没有戴眼镜啊，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相关资讯。如果这时候同学就会问说啊，如果他有戴眼镜要怎么办？我是这样的，我真的遇过蛮多就是跟眼镜有关的相关问题哦，就是如果他今天有戴眼镜，眼镜有分成是这种有痘痘的这种有痘痘的撑起来的，跟那种胶框眼镜很贴的。那如果很贴，你从侧面都可以看出它这个镜片跟它的这个睫毛翘起来的一个距离的角度。如果他的眼镜戴上去是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是有一点点距离的，那它的长度大概可以接到11，好，长度哦，我们以睫毛的长度大概就可以接到11。那如果它是贴着的，我建议就要再短一点，好，那这时候同学就会说，所以是，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总结，就是如果他有戴眼镜，眼镜有一点点距离的，他平常都要戴眼镜，好，他很少戴隐形眼镜的这种，你如果做太长，它会这样子雨刷到它的这个玻璃，好，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是做9、10、11。今天它的这个眼睛是贴着的呢，就会可能建议做8、9、10这样的款式。这样的问题，好，那如果他就硬要贴在他眼睛上面，都会刷到，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就可能这个不太适合接睫毛哦。如果硬要一直这样往内贴的话，我个人是建议，要么就是这个胶框眼镜后这个底下的贴2个这个痘痘贴，可以让它撑起来，好，或者是就真的一定要这么贴，不然就不要接睫毛了，好。其实客人的问题，不完全全部都要美睫师来解决，就像刚刚我举例这个例子，就是戴眼镜没问题啊，但是你要贴在眼睛上，然后又要叫我帮你接睫毛，那简直就是你没有空间让我可以，就是可以刷，对吗？如果客人他本身的睫毛是长的，但是是往下垂，这样要怎么接？它如果是长的往下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要看它真睫毛走向嘛。它真睫毛走向，我们刚刚都举例是中间的我们就是做 C 这样。那如果它是往下垂，那是不是要卷度要更高？所以要做 D 或者是 D 加。好，也许这个是很多新手同学会有的一个盲点，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在判断的时候就会忘记很多事情，其实上课老师都有讲，他就会容易忘记。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是不断的复习啊，你就是不断的去接触客人，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要帮他接什么样的卷度。我刚刚讲到眼镜讲完了吗？很多人都会问说就是老师，我们可以大概去判断说这个人的五官长什么，就是五官，然后去判断他比较适合做圆眼。圆的，就是做这个圆放大眼睛效果的这个圆形的造型，还是它比较适合做眼尾加长的？好，我们有办法用他的脸稍微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吗？可以。其实我们初步从一个人的五官下去看呢，可以先分他的眼距，是宽的还是窄的。这样，如果他的眼距呢，就是他的两眼这个眼距是比较开的呢，那他就不太适合做眼尾加长。你看哦，你看我的眼，你看我的手我的眼睛如果是这样，它是稍微开的，这样稍微开，然后它又眼尾加长，那是不是整个五官就往后拉，就跟比目鱼一样？所以这个如果他眼距比较宽的，可能先不适合做眼尾加长。那如果他眼距比较近的，就是他这个眼距比较近的，那你又帮他做这个往上冲，那是不是两个他的眼睛这样这样，然后眼睛很近，然后他又往上冲，那是不是两个大眼睛在这里这样，就很集中这样？所以如果眼距稍微近一点的，可以做眼尾加长，你看把它往外扩开，这样就会还 OK 可以看。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判断哦，不是所有的眼距近跟眼距远就是这样接哦，没有哦。我们光眼尾加长其实还有很多种分法就是眼尾加长，如果它睫毛往下垂的呢，它就不可以做眼尾加长，因为它做到尾巴的这个地方，它就会垂下来，垂下来就会不好看。那这个眼尾加长还有就是它的眼睛如果是向上掉的就是那种凤眼的，它也不能做眼尾加长，它做起来就是一些人呢，如果他的眼神呢是看起来有点温柔的，那他做完，但是要符合他的睫毛是在中间没有下垂的只是他的人五官看起来让人家觉得他是温柔的，眼睛好像有一点会说话的，要画的眼睛好像有一点会说话的样子，那一种人接完眼尾加长呢，他基本上会呈现一种比较妩媚的样子。那如果呢，他的长相呢是有一点日系，然后眼睛有一点点微微的下垂，但是睫毛没有很垂只是微微的这个眼角一点点的往下，这样他做完整个眼尾加长，他会有一个无辜可爱的感觉。但是这些都不适合套用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因为可能会看起来有点就是垂垂的、碎碎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妈妈阿姨那一类的，都做圆的，都是最安全的款式。如果比较短的呢，睫毛比较短的呢，是
这个大家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以现阶段来讲就是早年呢，我们其实流行睫毛最少有15年的啦，就是单根、4加1根一根接最少15年。起初大家都喜欢接很长，那进到这5年，大家都喜欢接短的，所以不管它睫毛长还是短的，大家都喜欢接短的，因为接短一点的睫毛有几个好处，就是说接短一点的睫毛它会比较持久耐久。好，它不会太夸张，不会太澎湃，不会中感很重，不会稍微呢2个礼拜往前长就掉下来，这样，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好处。甚至大家接睫毛接久了，其实要的都是我想要维持时间久一点，我不要让它看起来有点乱。其实越长越乱，就是时间一久了就会越乱。那什么最乱？那个造型款最乱啊，是吧？什么造型款？就是那个小红书那个一支一支的那种那种不是我要讲它坏话没有其实那个很好看那个也不好做。其实它每一根要拉直直的也不好做但是你要做这个款式，我们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收费，因为它就是一个特殊造型款。我都很推荐同学可以去帮客人做这个，但是做了这个之后，你一定要告诉客人2周内一定要回来补，不然它就是一根歪掉，就是会有点歪那你一定要了解，它就是一个特殊款式。但是我回到刚刚的话题啦，现在比较多客人都喜欢一些基础款式，它最好1个月这样慢慢掉，掉到1个多月、一个月、1个半月之后，它就回来找你卸掉不做。他们有很多客人是偏向这一种的，但是也有很多客人是喜欢我就是要很漂亮，2个礼拜我就要回来把它调整好、补好，这样。我觉得2种的客群它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老师，你刚刚说那个造型款式，比如说可能有几根歪歪的，那用睫毛梳梳一梳。很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它有一点歪歪的，我觉得你要用定型胶，这样你要用定型胶去刷它，它就会呈现那个，就有点像我们发型如果有点乱的，要喷一点定型胶。但是你们会觉得你印象中的定型胶好像很黏，其实没有。像我都用祥盛的某一款定型胶，祥盛找我业配，这一款是我用过就是定型胶里面最不黏的，这样。当然黏有黏的好，不黏有不黏的好，就是看客人喜欢哪一种。像我跟知颖老师，我都很喜欢卖那一支祥盛的那一支定型胶，因为它就是可以让这个长长，有没有2个礼拜长长，它会有点往前倾。那你这样一梳，它就会整个就站上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平常就会就是都会卖那个给客人。那用在这个有特殊造型的就更适合。那如果客人他觉得他可以接受更黏的，那我们这边就推荐你，就是其实别的厂商也有出很多类似的睫毛雨衣，他们都有加了致黏剂那你就去用那个就好了，这样一支搞定。那我今天闲聊就到这里那按赞了吗？如果还没有按赞，那就赶快按一按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下班，谢谢，感谢各位。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君娜，我们下回见，拜拜。